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口气连追12集，冲着赵丽颖追风吹半夏，却被50岁女配惊艳了。娱乐圈年轻演员如同雨后春笋，张子枫、赵今麦、张婧仪这些都逐渐让观众看到了他们的出彩。但85后花旦的地位依旧还是不可撼动的，他们主演的大多数作品依旧还是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。刘亦菲的《梦华录》开播便是爆款不说，刘亦菲的盛世美颜更是直接封神。刘亦菲之后，杨幂成了第二个接棒霸屏的85后花旦，不仅带来了《谢谢你医生》，还带来了《爱的28定律》。但有一说一，停留在舒适区中的杨幂这一次的口碑不太稳定，特别是《爱的28定律》，光是状态就已经被贴上了显老、油腻的标签。好在35岁的赵丽颖扛起了大旗，带来了年代剧《风吹半夏》，扭转了85后顶流花旦在观众心中的局面。赵丽颖跟杨幂一样，都是偶像剧出身的顶流女演员，当她这些年来的戏路却一直都在不断拓宽中。《风吹半夏》中的女主许半夏就跟她以前演过的那些偶像女主的角色截然不同。冲着赵丽颖的口碑跟演技，一口气连追了12集的《风吹半夏》，才明白她这位国民女神真的不是吹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从第1集追到了第12集，赵丽颖的演技跟台词成功把人给征服了。特别是废刚价格爆冷了大半年之后，颓废的许半夏得知钢价回温那个镜头，简直了！颓然、沧桑、喜极而泣，种种情绪竟然都挂在了她的脸上，自然的毫无违和感。历经了颓废，许半夏涅槃重生后，不仅更加成熟，还有仇必报。当众揭发郭启东的时候的狠劲儿，更是爽歪歪，那眼神仿佛都在说：“看我不弄死你！”总而言之，赵丽颖不仅演活了许半夏，还用自己的演技告诉观众，冲着她去追剧一点都不亏。当然，一口气连追12集的《风吹半夏》，赵丽颖飞跃式的演技让人不得不服，配角们的表现也十分出彩。扮演童潇琪的欧豪，演绎野猫的孙谦，还有扮演赵磊的李光洁，都演活了各自的角色。而我冲着赵丽颖追《风吹半夏》，却意外被出现在剧中的50岁女配角给惊艳到了。这位配角大家都不陌生，她就是跟孙谦扮演了一对母女的强势妈妈高会长。高会长有钱有权，可以说是一个气场全开的女强人，一出场就给人极强的压迫感。50岁的柯蓝，人到中年丝毫不逊色，靠自己的演技轻松拿捏住了高会长这个角色的形象，给足了观众压迫感。跟赵丽颖对戏的时候，更是让人直呼好强大。面对女儿时，柯蓝演出了高会长的严厉跟苛刻；面对童潇琪时，她可以是看不起小混混的高官人物；而面对许半夏这样有远见有胆识的女人，她虽然因为一些误会有不愉快，严厉却满是欣赏跟认可。得知女儿跟童潇琪恋爱，前一刻的高会长暴跳如雷，后一秒又可以放低姿态，跟许半夏商量，让女儿去他的公司上班。柯蓝完美演绎出了高会长强势的底气，还有为人母亲能屈能伸的性格，这演技真的绝子。除了演技精湛之外，柯蓝惊艳到我的还有她50岁的状态。都说人到中年，颜值会变老，气势会变弱，50岁的老阿姨更是无法跟年轻女演员比较。可50岁的柯蓝精神气头十足，不仅看起来跟40岁差不多，挺直了的腰杆，但凡赵丽颖的演技拉垮一点，都把压不住她这气势啊。虽然只是配角，但柯蓝的高会长真的让我惊艳到了。作为演员的柯蓝，其实一直都很出色，可塑性也很高。演的了强势的高会长，
也引得了自带傲气的路易可。《人民的名义》热播的时候，柯蓝的路易可是凭借性格遭到了不少观众的吐槽呢。没想到到了高会长就判若两人了。大博弈里头，他换了一个发型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形象。如果不可以看的话，还真的很难想象剧中的柯蓝就是《风吹半夏》中的高会长。我们这10年里头，柯蓝一改强势形象，打扮朴素不说，说起方言更是麻溜到不行。这种换脸式的演技，让人不得不佩服。而脱离了角色，现实中的柯蓝，抛开了影视剧中的老气打扮，又是一个气质绝佳、风韵犹存的靓丽女明星。50岁的她不仅脸蛋看起来冻龄，就是气质也很优雅。总而言之，剧里剧外的柯蓝判若两人。本以为现实中的她应该跟《风吹半夏》中的高会长的状态差不多，不曾想她却冻龄出了新高度。这样认真又内卷的好演员，想要让人不惊艳都觉得难啊！你说是不是？